做错了什么？堂堂王府大小姐，忠勇侯府的准少夫人，竟要被你踩在脚下！若非我早就知晓结局，就栽死在你手里。你胡说的！奴婢造了王家10几年，学得一片忠心啊，小姐。废那么多话干嘛？赶紧死去！他为何突然要置我于死地？不要！我不想死。小姐，乔治死透了，晦气！我们走。他今日驾幸高门行刺，我却要冤死在此，我不甘心。我没死。既然这样的死，我必须要他付出代价。新人到！一拜天地！慢着！慢着！你，王青鸾，你好狠的心啊！这是哪屋的丫头，这般无礼，成何体统？老夫人，奴婢有苦要诉。你这贱婢，竟敢让我喜糖！如此放肆，你还敢还手？王青鸾，从前你日日欺负我，让我逆来顺受。老天既然让我再重活一次，我不但要还手。这方月不愧是画本女主，被你这恶毒女配杀了都能活过来。都怪你这天机系统怂恿我下杀手，但若现在开口告状，岂不全完？谁？是谁在跟王青鸾说话？天机系统是个什么东西？我不会既丢了婚事，还被抓进大牢丢掉性命。系统，怎么办？宿主别急，在画本当前的剧情里，她还只是个丫鬟，状告你这个大小姐杀她，也不会有人信的。哦，原来这是个画本的世界，我是这个画本的女主。我堂堂王府大小姐，忠勇侯府的准少夫人，竟要被你踩在脚下！若非我早就知晓结局，就栽死在你手里。难道这就是他今日杀我的原因？你到底有何苦楚？快说！那牢石子系统说的有道理，现在无凭无据，揭穿一切也没人信，不如稳住他自己而动。小姐，奴婢真的知道错了。虽然平常奴婢笨手笨脚，但是奴婢从小就陪在你身边啊！求你不要丢下奴婢，不然的话，奴婢就这样死在这里。你说什么？我丢下你？是啊，是你为了不让奴婢跟来侯府，让人把奴婢打晕丢在后院。但是奴婢实在是舍不得你。就为了这点小事闹成这样，成何体统啊！青鸾，你马上就要成为侯府的少夫人，自己后宅的这些事，还是好好的处理清楚的好。是，祖母。可若是让他进了侯府，我未来岂不是还会被他踩在头上？系统，你一定要给我想个办法。别担心素子，既然女主没死成，还是留在身边再下手才方便。3日后就有下手机会，这次一定能取了她的性命。方月，你虽蠢笨无礼，我本不愿带你来侯府，但念在你忠心，你便跟着宁香留在这里伺候吧。是，
谢小姐心疼奴婢，奴婢一定好好侍奉。3日后，老夫人邀我游园。方月，你和宁香随我同去，这次切莫丢了我。是少夫人。老夫人喜香，这个特制的香囊你们佩戴好，老夫人定会喜欢的。是。这香囊绝对有猫腻。奇怪，我怎么听不到王青鸾的心声了？莫非要靠近些才行？少夫人，您的裙摆乱了，奴婢帮您整理一下吧。3日后就有下手的机会，到时候只要让女主靠近顾老夫人，必然能让前麻过敏的老夫人顽疾发作。到时候顾侯爷一定会替宿主发落了女主的。前麻，王青鸾，我要让你偷鸡不成蚀把米！祖母，花园的花儿啊，这几日全都开了，好像知道你要来似的。甚好，甚好，春色满园关不住啊。是呢。少夫人，是那个别扭，他应该是从大嫂手里死里逃生了，为何又要往火坑里跳？祖母，坐下再上。好，青鸾，这花园打理的可真好，瞧这花开得多鲜艳。祖母过奖了，孙熙只是希望祖母能开心。祖母，你怎么了？青鸾，快叫府医！今天陈府医卫在府内，这叫回来也要些时间，可怎么办呢？孙熙家里世代行医，平日里也会研读一些医书，不如我先为祖母把脉看看吧。但是拜托少夫人。祖母是触及了过敏之物，导致了顽疾发作。祖母平时吃的药可有？在这里，老夫人，您快服下。今日近身伺候的只有你们2人，说是谁伤了祖母？说是谁伤了祖母？您给我带什么东西啊？奴婢不敢。快跪呀！我可是少夫人身边的1等丫，怎会做此等事？我看就是你这个贱婢搞的鬼。嬷嬷请茶叶。方月姑娘这香囊没什么问题。宁香姑娘，你佩戴的香囊可否让老身拆开一验？前麻，府中之人皆知老夫人对此物过敏，你怎么把它佩戴在身上？奴婢没有，老夫人、少夫人冤枉了，奴婢对此事一无所知。祖母，是孙熙管教不严，才害祖母受苦。是你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你，是你昨夜在药房故意撞我，你一定是那个时候对我的香囊动了手脚。何人敢冲撞母亲？他是三爷，侯府3爷因顽疾身居简出，若早知他有这等英姿，当初我宁可抗命，也不嫁这成婚第2日便去镇守边关的大少爷。今日天朗气清，本想出来坐坐，没想到遇上这等事。三爷，求您为奴婢做主，都是他栽赃的我，是他往我的香囊里面装了钱麻。你说他栽赃你，可有人证物证吗？这香囊就是物证。这香囊只能证明是你佩戴放有钱麻的香囊，意图谋害我的母亲。奴婢不敢，奴婢冤枉，求老夫人和三爷明察。老夫人，三爷，这香囊是3天前少夫人给的，若是我的没有问题，那钱麻……你个贱蹄子，怎敢这样血口喷人？够了，你管教不善，本月月爷你就不要领了。至于叫宁香的这丫头，
念在你刚来侯府不久，就仗打20，关禁闭，好好反省。老夫人，我冤枉我，老夫人，我冤枉，少夫人救我，少夫人。老夫人，奴婢刚才听闻您患有旧疾，想起幼弟也是有此旧疾，所以家中有一个祖传的偏方。如果老夫人不嫌弃的话，奴婢愿意把祖传的偏方献上。医术，奴婢愿意把祖传的偏方献上。你会医术？家父在江湖游走行医，而且跟在少夫人身边，也听了少许。不说医术高明，但也知晓太医都不知道的方子。如若老夫人信得过我的话，方月愿意一试。你跟着青鸾多年，想必也是有些本事。桂嬷嬷在，你跟着她去药房配药。好，别出什么差子。谢老夫人。他什么时候会的医术？三爷为何一直盯着我？莫非他看出什么了？给我吧，我自己来。风月，你这偏方配的药好生神奇，这疹子这么快就不痒了。你一小丫鬟竟有这样的本事，真是愈发的有趣了。奴婢只是有幸学到一些民间偏方，奴婢以为医术典籍虽有用，但却是束之高阁的死物。民间偏方若不是真能救命的话，怎会代代相传，流传至今呢？好一番通透的见解。无伤，你旧疾缠身多年，这头病一直不见好，要不也让这个丫头用这个民间偏方帮你调理调理。我这病连太医都治不好，不过我相信方月姑娘一定有办法。她怎么有金？难道当时救我一命的金光和她有关？奴婢定当竭尽全力。奇怪，为何顾家的医案里找不到顾无伤得病的记录呢？我们此事一定要谨慎小心，办得好才能有奖赏。知道了，大哥，你吩咐就行。大哥，花园这边的人都安排好了。放心吧，那个叫方月的丫头每日经过花园，等她一出现，咱们就把她办了。少夫人说了，只要毁了那姑娘清白，可少不了我们的赏钱。好。王青鸾，亏你想得出这种下三滥的招数来对付。不对，王青鸾可没那么聪明，一定是他又跟那个天机系统商量的事。总之，先把王青鸾埋伏在花园里的人搞定再说。大哥，咋没动静啊？是啊，等了好长时间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气味不对，是米香。是一动的手脚，好家伙，染了风寒，鼻息不通，一针剂量对我无用，自己松手。人要你的命！好险！咱们是何人？我一定会报答你。这人到底是谁？三爷，你是何人？谁派你来的？怎么突然不认识我了？这莫非是江湖上说的失魂杖？听说这种病一旦发作起来，性情判若两人。难道他是记忆错乱，把之前帮我解围的事都忘了？奴婢是侯府少夫人身边的方月，
是老夫人吩咐奴婢前来为您诊治的。奴婢本来想给您把个脉，谁知道一不小心走错了，迷了路。皱着眉做什么？被吓着了？罢了，你诊治吧。这脉象好奇怪，光凭我一个人的医术，恐怕治不好它。我得想办法，再从王青鸾和天机系统那里找办法。我这院子暗卫比苍蝇还多，没有他，你可进不来。这玉佩送你了，下次来记得带上，不然暗卫把你当刺客抓了。我不是每次都能及时救你的。啊，这玉佩和方才那个暗卫的一模一样，果然是三爷派人来救的我了。多谢三爷。对了，奴婢想知道那日在花园您为何要替我解围？因为我知道你一直过得很辛苦。靠这么近也没动静，难不成得碰到他才行？少夫人恕罪，奴婢笨手笨脚的，不小心把贵人送的东西弄掉了，还请少夫人恕罪。贵人？你也配贵人赏你这么好的东西？少夫人您忘了，前几日老夫人让奴婢给三爷治病，这个玉佩是三爷赏奴婢的通行玉佩，还请少夫人开恩，把玉佩还给奴婢。什么？三爷送你玉佩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这小贱蹄子！老夫人叫他去给三爷治病也就罢，怎的三爷还送他玉佩？万一三爷真看上了，以后他不得爬到我头上去？系统，快给我想办法！系统，快给我想办法！宿主无需心急，这顾无伤的失魂症若想根治，必须要龙涎草这味外邦药草。你能不能给我个方子？没问题，宿主，请听好：远志、石菖蒲、茯苓、当归、板蓝根。好极了，我先拿着药方在顾家人面前立上一功。宿主，皇上过几日邀请侯府入宫赴家宴，这是弄死女主的良机。因为皇后她……皇后怎么了？怎么突然没动静了？难道听见主子心声还有时间限制？滚！别在这碍我的眼！奴婢知罪，奴婢这就退下。慢走啊！掌柜的，帮我按这个方子抓药。好嘞。掌柜的，你这里可有一味叫龙涎草的药草？哟，姑娘，您可算是来对地方了。像这等珍贵的仙草，别家还真没有。那也就是说，你这儿有了？像这种珍贵的仙草，别家还真没有。那也就是说，你这儿有了？哎呀，之前我们这儿恰好有一株，可惜啊。可惜什么？可惜姑娘来晚了。之前宫里有贵人来采买，给买走了。买走了？是。唉，看来这龙涎草确实不易得。不过顾家好歹也贵为侯府，家宴时或许有机会接触到用龙涎草治病的皇亲国戚。方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三爷，原来如此，原来你一直在为我的病四处奔波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奴婢既然应下了给三爷治病，奴婢一定会竭尽全力的。你放心，现在我已经按照祖方备好了给三爷日常调理的药，只要三爷按照方子上面服药，保管平日里头痛之类的症状全部消失。只是什么？
这个药方可能治标不治本，要根治非龙涎草不可。龙涎草，龙涎草确实珍贵，平日里也只在贡品的单子里见到过。这样，我找人留意，方月姑娘只管配药。倘若你配的药真的有效果，我答应你一个心愿，如何？奴婢谢过三爷心意，但这份心愿，我想凭自己达成。这仇，我得自己。你真是个不寻常的女子啊！再过几日就是家宴了，皇后的事，得赶紧找机会接近王青鸾，谈谈虚实。在想什么？三爷，您之前答应奴婢一件事，不知道现在还作不作数了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三爷，近日来奴婢忙给三爷诊病，您想姐姐又受罚卧床，所以我想请三爷能帮我跟老夫人说，准我替宁香姐姐伺候少夫人梳妆。这有何难？你本就是我嫂嫂带进府里的丫鬟。谢过三爷。无需言谢，明日一早我便与母亲说。贱婢，是我头都能弄疼我。要不是宁香伤还没好，我会要你这贱婢净身。少夫人恕罪，奴婢再轻一些。上次心伤断在皇后身上，家宴在即，她跟那个什么天机系统肯定有大隐。这贱婢还敢在我眼前活，宴会上看我不弄死！宿主，皇后有孕，乃皇室秘闻，请皇上于亲信知晓。家宴是良机，咱们只要买通工人，在皇后的吃食里做手脚，让皇后流产，再把这件事栽赃给女主，一准无人能查。这次让她死无葬身之地。皇后有孕，王青鸾要害龙嗣，还要嫁祸给我，人心能坏到这种程度？磨蹭什么？还不快些！少夫人，奴婢是见您近日劳累虚弱，所以特意轻了些。什么轻了重了？还不都是笨手笨脚？是，少夫人，侯府的人查不到那么远，我得找个能经常进宫帮忙的人。桂嬷嬷常伴老夫人，或许有进后宫的机会。我若是能找她合作，死的还不知道是谁。哟，这不是宁香姐姐吗？怎么腰伤还没好就出来遛弯啊？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可是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这药粉，宁香倒真敢，居然把主意打到三爷的药上。不过这伎俩也太拙劣了，当我医术白学的，三爷他没察觉吗？药煎好了。三爷，药已经煎好了，温度正合适。近日您旧疾反复，要趁热喝了才有效。三爷，今日的药比往常甜了些，是你特意加了蜜，还是有人替我放了什么东西啊？三爷的药都是按方子上来的，怎么可能随便添加？许是
今日多放了些甘草，冲淡了些药味吧。这甜味不太像是来自甘草，倒像是能让人浑身发热的东西。你闻闻。三爷若是觉得药有问题的话，可以自己让人去炉子那里排查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下药那点剂量，根本逃不过你的眼，怎么不拆穿？奴婢只是觉得三爷心里有数。还有，以后不能再用这种方式开玩笑了。好，我向你道歉。这药就到了吧。是。三爷，奴婢还有一事相求。说。宁乡那边，我自有办法。好。方月，三爷还有何事？下次再发现药有问题，直接告诉我，别憋着。我看你刚才一直攥着袖口，手都快掐红了。是。嬷嬷，嬷嬷，方月有一事相求。方月姑娘，尽管讲。现在正是宫中家宴，人多手杂的，而且又是冷热交替之际，过敏之症本来就容易复发。老夫人刚大病初愈，所以我想让嬷嬷加派些人手，盯着点宫中膳食。方月姑娘，你真是冰雪聪明。这倒也不是全为了老夫人，主要是人多杂乱，要是有一些不轨之人谋害贵人，再嫁祸给帮忙操持的侯府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谋害贵人，若真有人图谋不轨，那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事儿了。交给我吧，剩下的就随机应变，等着看王青鸾自乱阵脚。朕要与诸位痛痛快快地喝上一壶。朕特意云香，西域请来了绝世皇后的膳食可准备妥当？一会儿诸位一起欣赏。少夫人，工人都安排好了，一切顺利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已经在皇后的吃食里做了手脚了。少夫人，奴婢帮您整理发髻上的簪子。宿主，药已经成功下进了皇后吃食，药效一炷香内就会发作。皇后必失龙嗣，女主将百口莫辩，得赶紧找个借口推她上前试膳。这么快，我得立刻揭穿她。方月，你……少夫人，奴婢恐膳食不洁，危害老夫人和贵人的安全。奴婢斗胆，请陛下令人彻查各位贵人的膳食。膳食不洁，你可有凭据？禀告陛下，奴婢听闻有人下毒遇害贵人，为保皇室安全，所以奴婢恳请陛下速查膳食。这丫头胡言乱语，陛下娘娘莫信，家宴乃是侯府筹备，绝无差池。啊！皇室的膳食，许半分差池都不能有。给朕查！是。给朕仔细的查！陛下，皇后娘娘，老奴已查看宫人，试膳宫人形迹可疑，汤中里恐怕加了对女子身子不好的东西。皇上，奴才是受人逼迫的。何人如此大胆？是他，就是他。他说奴才不听他的话，就要对奴才的家人动手。陛下，臣女对奴婢冤枉，侯府人人皆知，宁香前一阵子受罚，身子不好，怎可能进宫买通宫人啊？害龙嗣可是死罪，朕定不会放过幕后之人。皇后，皇后，你怎么了？皇后，你尚未用上，怎会贱婢？难道你在别处下了毒？陛下明
明鉴，奴婢冤枉。太医呢？速传刘太医！回陛下，刘太医已经在路上，约莫半刻钟便到。回陛下，刘太医已经在路上，约莫半刻钟便到。陛下，奴婢斗胆恳请陛下让我来替皇后娘娘把脉。大胆！娘娘乃千金之躯，若有差池，莫说是你，就是整个侯府也担待不起。正因如此，为保皇后娘娘腹中龙胎康健，这才冒死请命把脉。陛下，臣愿用性命为方月姑娘担保。你不要胡闹！孩儿没有胡闹，此事既出在侯府，自该由我侯府之人将功补过。无伤，此事非同小可。若是这奴婢伤了皇后的凤体，莫说她一人，朕定叫你侯府上下与她同罪。陛下，臣信他。醒了，娘娘醒了。皇后，你醒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方月姑娘，皇后这是何症状？回禀陛下，娘娘只是受了惊吓，并无大碍，请陛下宽心。今日真是多亏有你，若非你及时提醒，本宫与龙嗣恐有大难。陛下恕罪，娘娘恕罪，微臣来迟了。免礼。皇后娘娘，陛下，幸亏处置得当，娘娘和龙嗣都已安然无恙。你可是立了大功，本宫一定要好好的赏你。方月姑娘，当朝首辅丞相大人前些年痛失爱子，目前膝下无一子女。如若你愿意，朕赐你脱离奴籍，过继丞家，做丞相的义女，如何啊？因身份卑微，我屡屡受制于王亲王。若是我当了丞相的义女，必然能反制他。谢娘娘陛下恩典。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快点把这个贱婢给我拉下去，斩！少夫人，起来！救我！少夫人，救我！少夫人，救我！少夫人救我！少夫人救我！岂有此理！方圆的贱婢翻身做了首辅丞相的义女，幸好我将自己摘干净，他们没有证据能牵扯到。宿主，很遗憾，剧情已经大幅偏离，但为了你能改变恶毒女配的命运，我仍然会站在你这边，助你打败女主。方圆，要让你生不如死！好啊，方月，你可真是了不起啊！是你救了我们侯府上下，往后去了丞相家，要好好的尽子女的本分。有时间记得回来坐坐。老夫人说笑了，我还是三爷的大夫呢，当然会尽职尽责，常来常往的。奇怪，故无伤人呢？青鸾姐姐，往后我们以姐妹相称的话，姐姐不会不高兴吧？皇上彻查后确认是他下人失职闯祸，
只杀宁香，不取他性命，以示开恩，他还有脸不高兴？方月妹妹是从我房里出去的，做姐姐的自然觉得面上有光。她还要经常过来给三爷治病，往后还怕没有弄死她的机会。没错，宿主。尽管剧情有所偏离，但今后女主的命数也会随之改变，说不定其中就有我们的机会。王青鸾，今后你我再也不分高低，放马过来吧，我不信我斗不过你。顾无伤，怎么回事？他的噬魂症又发作？方月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奴婢只是少夫人身边的丫鬟，实在是不敢欺瞒你。区一个丫鬟，竟能准确预测皇后有孕这等大事，给我从实招来，不然就算你住进城府，我的暗卫也不会放过你。完了，被他咬紧这事不松口了。既然如此，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的。好啊，那就让你的暗卫一直来盯着我吧。反正日久见人心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你什么把柄都抓不到。反正我坦坦荡荡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若你让我发现你是楚国派来的细作，你这张能言善辩的嘴也再也不能说谎了。楚国细作？你当真什么都不知道？罢了，你要记住，我的病还没有好，而你还是我的医女。掌柜的，我来取。这些药材怎么都没了？唉，城西突发食疫，今早一开门，药材就被抢购一空了。哎，不，是食疫，染上会没命的，千万别靠近。姑娘，这症状是何时起的？姑娘，这症状是何时起的？昨夜从城西回来，就烧得厉害，今早就开始咳血。这食疫自城西而起，这么快就传到了城南。姑娘，你先起来，让我好好替你检查一下。你要诊治食疫病人，你可知这食疫疫情来势凶猛，你怎敢如此冒险？三爷，人命关天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罢了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是。三爷，这是何意？这医馆我买下了，城南医馆以后就是你医治食疫病人的落脚处。你这性子认定的事我也左右不了，干脆就奉陪到底。谢三爷。你我之间不必言谢，只不过这消息传至城西后，到时候此处怕是很快会人满为患啊。啊，对了，这是保命丹，只有1颗，以防不测，保护好自己。三爷，您放心，三爷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姑娘，你喝下这个，烧很快就能退了。你是大夫？我是这里的主治大夫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可以治好你。来，慢点，慢点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
我叫小雨，是从外邦来的。小月，现在莫要多言，等你好了以后咱们再说。三爷还在侯府等我，不如趁机会去王青鸾那里看看，看他的系统会不会知道些什么。那次下毒不成，我不但失了宁香，还被老夫人禁足。贱蹄子，仗着有三叔撑腰，在城南作威作福。难不成我这次真要败给他了？如今城西疫病凶猛，7日死了近100人，如今又传到了城南，那方月跑过去，纯属自己找死。青鸾姐姐，这是在和谁说话呀？青鸾姐姐，这是在和谁说话呀？哼，贱婢，得了点珍贵物事就来显摆。我这鸡犬能升天，不还是得靠姐姐嘛？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跟三爷在城南开的医馆，那边疫情可严重了。姐姐，咱们现在住的城南也很危险，你平常啊可一定要多注意身体，不要往外边跑。你呀，不似我这般皮实，还是好好的在家里待着吧。这贱人竟敢如此挑衅我，绝不能让他得逞！系统，快想想办法！根据剧情，时疫将扩散到整个都城。倘若宿主想压过女主，可以献上这个药方，遏制住疫情蔓延。金银花、苍术、炙甘草、麻黄。哼，遏制住疫情，偏我就要等到疫情蔓延全城，众人束手无策时才先放，这样才能独揽大功。黄青鸾，连人命都是你立功的工具不成？我什么都没说。你能听见我所思所想？坏了，一时情急，不小心说漏嘴了。说，是不是能听见什么？宿主，女主很明显能听到我们的对话，此时逼问她，恐怕她也不会承认。但既然有这个风险，宿主该早做决断，彻底铲除女主。不回答，无所谓，反正你今天别想出这个门。我看你往哪儿逃！程方圆，你想干嘛？黄青鸾，我告诉你，我也可以一样杀了你，可是不屑跟你成为一样的人。贱人，贱人，又让他跑了，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方月受伤了，还好没伤到筋骨，以后没什么事少招惹他。你和他之间的事情我知之甚少，不好劝你什么。但我看他的样子，是想要你性命。我知道了，我以后少招惹他就是。先不说这个了，我想到了一个治10亿的配方，我现在就写给你。哎，别动，你手上有伤。你来说，我来写。麻黄6钱先煎，金银花5钱。主方呢，大体上就是这些，不过呢，我觉得应该够用了。但是城南药铺，你在想药材的事？你怎么知道？
我受陛下所托，近些日子一直帮他在城西盯着疫病的事情。现在患病的人越来越多，先前为了支援城西，城南已经拿不出药材了。最近我一直在派人另想办法，可能需要再多等几日就会有路子。你再多给我一些时间。三爷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好人呢是会有好报的，你的病一定会好的。要是你奋不顾身的去救人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？我知道。药材和银钱的事你不必担心，你只管用心治病，剩下的我来办。至于这个药方，我会尽早拿去太医院尽快修改，好给病人服用。多谢三爷，那我就不多留了。我刚入城府，想先回去陪我的父母亲。你今后还会常来看我吗？三爷，您这手倒是牵得紧，只是上次给您把脉，您的脉象还没有平稳，我可还没有把明白呢。好啊，那下次你回来再好好的给我把，把到你明白为止。告辞。这王清鸾恐怕见一次就要杀我一次。不过既然我拿到了方子，就要尽快行动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起初我只是为了活命，不得不跟王清鸾争个高低，才钻研医术。可如今眼瞧着自己能够让病人好转，才知医者之责甚重。原来救人一命的喜悦远胜于与人争锋。药材和银钱的事，你不必担心，你只管用心治病，剩下的我来办。无伤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许。姐姐，小月，你能下床了？方月姐姐的医术真好，我身上终于有力气了。不过这几日你还是要小心，毕竟病气伤肺，千万不能吃一些冰的东西，知道吗？对了，小月，昨日你为何唤我姑姑啊？姐姐身上的药香很像我姑姑。药香？你看看，是不是这个？这是楚国皇室的龙形保命丹，姐姐是从何处得来的？姐姐，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这个给你药的人？他是不是姓顾？楚国秘药，龙形，莫非无伤他？程小姐夜闯男子寝室，怕是不妥吧？三爷，你不是应该一直在服药吗？为何病情又发作了？你作为我的医女，只管诊病抓药，至于我何时服药，应该可以自己做主吧？三爷，我有话要问你。这丹药是三爷白天的时候给我的，碰巧我遇到一个人，知道这个药的来历。他说这丹药是只有楚国皇室才有的秘药。三爷到底与楚国皇室有什么关联？你可是好奇国度，会害死你。
三爷既然认定我是一名医女，那我就要做一名医女该做的事情，哪怕一点点的线索我都不会放过，就算有危险，我也追查到底。好啊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作为一个医女该知道的事情。你千辛万苦找到龙涎草只在楚国生长，这件事我早就知道。至于不喝你的药，是因为我还不想好的这么快。所以你一直在骗我？对，但也不对。白日的我大抵不会骗你，很多的事他记不起，只有我记得。也就是说，一直以来你不肯痊愈，是为了保存你剩下的记忆。这些你无需知道，你只需要知道，许多名医和太医都治不好我的病，一定有原因，而你也不过是他们其中的一个罢了。不，你错了。什么？我有眼睛，也有心。我知道三爷对我很好，三爷给我玉佩，让我随意进出王府，远超于其他医女了。既如此，不管三爷得的什么病，我都有信心，一定要治好你。我既然答应三爷要寻得龙涎草，就绝不会违背承诺。方叶姑娘，顾三爷的人把药送来了，说是从楚国的商人那里花重金买的。三爷已经给太医院的院判瞧过了，说是可以给别人服用。太好了，我一定要找个机会好好谢谢三爷。对了，方叶姑娘，你说的那个叫小玉的婢女，今天早上我看见她从后门偷偷溜出去了。什么？她病还没有好呢？不行，我得去找她。我们已经把边境能去的地方都搜了个遍，说不定殿下已经得上了疫病。不许胡说八道！郡主，你是楚国的郡主，那殿下是谁？姐姐，你都听见了，你对我有大救之恩，但是此事事关重大，我不能留活口。堂兄，你是何人？堂兄，一起唤我堂兄，想必你是楚国人。方月不是外人，有什么话直说吧。我乃楚国的郡主，楚国公主的侄女。我的父亲楚国皇上病危，他临终前想要见胞妹最后一面，我便瞒着父亲偷偷来到梁国，想要碰运气。只是没想到来的路上染了疫病，流落在都城，幸得方月姐姐救了我。这么说，顾无伤是梁楚两国的皇室之子？我也正在寻找母亲的下落，有什么消息我会告知你。你若现下无去处，就留在医馆陪方月吧，她正好缺帮手。小月郡主，你可愿意？我当然愿意。可姐姐，刚刚是对不住。三爷，今日小玉说的那些话，你想知道的事情，我都告诉你。你想知道的事情，我都告诉你。三爷若是不想说的话，也无妨。你身边既有楚国的人，就希望你多留个心眼儿。我跟你说这些，并非是想让你为难，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心意。三爷，我生母是楚国的公主，当年来梁国和亲，嫁于陛下。母亲生下我之后不久，就在一次下旬中遇到意外，下落不明。皇后娘娘不忍看到我在宫中无依无靠，这才做主让忠永侯府老夫人收养我。从前我就觉得这侯府明明上上下下都是亲人，但总觉得
好像隔着一层纱似的，说什么话都要提心吊胆。现在的三爷是如此，那你当年一定比现在更孤独。可是现在有你啊，你能知道我说不出口的苦，还愿意陪着我。对，那次突遇袭击，我躲在马车的暗格里，听着外面的厮杀声，却不敢出声。最后是躲过去了，却没能救得了，没能救下维护我而被掳走的母亲。从那以后，这失魂症就缠上我了，一半的我记着痛，而另一半的我却连痛都记不起。三爷，往前看，以后的路呢，我都会陪着你的。你记着的一半痛，我陪你一起慢慢熬；你记不清的，我们一起慢慢找。以后你叫我无伤吧，在你面前，我只想做顾无伤。无伤。方月。无伤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觉得做什么都很踏实。失魂症竟然一整夜都没有发作，原来他要的不是好多的药，只是一个能让他安心的人。幸好我找到了，幸好有我在。方叶姑娘，今天早上病人越来越多，各个科血严重，全城都已出现像瘟疫的迹象。你这药方虽好，恐怕应付不了这疫病过人的速度啊，得想个法子应对一下了。不如我们多购些纱帘，将病人们尽量隔离开，再用些烈酒擦拭他们的病榻，如何？消毒？好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朕听闻无伤手下的暗卫近日又去边境了。陛下也知，他不幸生母已死，多年来暗卫也一直在寻楚国公主的踪迹。朕知道，他突然失踪，这事儿是你这些年最放心不下的。当年你答应过他要照顾无伤，可我大梁和楚国毕竟是敌对关系，若他手下的暗卫再如此嚣张，你该敲打敲打他。是，陛下，臣妾会好好看着无伤，不让他闯祸的。近日朕听闻城南医馆治疫病取得了突破，而领头的正是方月那丫头。也正是方月前些日子救了一位来自楚国的女子。陛下，那丫头不过是流落异乡的病患，而方月那丫头心善，这才……你倒是清楚得很。朕还知道方月那丫头还是无伤的心上人，朕倒想看看能让那个冷心冷性的人爱上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奇女子。朕听说你们为了弄到药材，擅自与别国通商。陛下，方月有功，这一切都是臣的决定，还请陛下责罚臣。朕就是吓唬吓唬他，你还怕朕欺负你的神医丫头？陛下说笑了，臣只想护方月周全。
好了，朕不戏弄你二人了。方月，你虽是女子之身，然医术精湛，还有些奇思妙想，能救百姓于水火，实在是功不可没。救民有功，朕要重赏。想要什么，尽管说。陛下，臣女只想求一味药，不知楚国进贡的龙涎草，宫中可还有？龙涎草，你为何求此物呀？此物能救三爷的病。依朕看呐，不如给你们指婚，还能成全一段佳话，如何呀？陛下，臣不愿用婚约委屈了方月的才华。罢了罢了，方月，龙涎草朕会为你留心的。谢陛下恩典。无伤，陛下的话，我还没有想好。没事，选择权在你。你若改变主意，我随时向陛下讨着恩典。现在医馆刚刚稳定下来，但这事宜还未清，想必还有许多事要操持。我愿意等你。小月，小月，不好！他怎么了？他中的是一种叫百日醉的奇毒，这种毒很少见，之前我也没有听说过。不过，既然被我摸出来了，就说明小玉脉象紊乱至此，只怕他时日无多了。说明什么？小玉先前得了疫病，加上被这毒搓磨的厉害，恐怕这身体状态撑不过1个月。无伤，你可认识江湖上什么名医，带我去拜见他。江湖名医倒是有，和你一样是位女医。太好了，可不可以带我去见见他？可不可以带我去见见他？不过那位夫人早已归隐山林，快马加鞭往返至少1个月，小玉恐怕等不了这么久。不如我引荐你入太医院吧。虽说现在的太医院的掌事刘太医是个连陛下的面子都敢驳的老古板，不过凭你的医术，定能让他刮目相看。太医院？我真的能去太医院吗？你上次给的药方已经让太医们大为称奇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但是你要记住，皇宫不像这个小医馆单纯，有些病能治，有些病不治才是对你好。我只希望你平安，此外别无他求。无伤，谢谢你。为了小玉，也为了还没弄到的龙涎草，是该让他知道了。无伤，有些事我想跟你说。天机系统的事，我已尽数告知。我为你治病的那些草药方子，都是出自系统。你如何看我呢？你如何看我呢？我认识的方玉从不认输，即便是靠天机，你做的每个选择都是为了救人。况且，我爱的是你，不是一张方子。不过，我以后不会再依赖系统了。我相信自己的直觉。方月，做你自己，你的未来你自己做主。
臣女程氏程方月，拜见刘太医。我等太医并非可随意差遣之人，姑娘，请回吧。刘太医，程南疫病肆虐时，臣女也日夜照料病患，深知人命关天，所以绝无半分玩笑之意。若是太医院不嫌弃，能在太医院做个门生，臣女也愿以浅薄医术为宫中贵人分忧。说说看，这碗里是何物？乌头反半夏，新鲜的蚕酥，不过蚕酥有毒性，万不可呈与宫中贵人。你既知是毒，为何敢尝？乌头经3沸以后，毒性已减大半，浅尝无碍的。倒是胆大包天，倒是胆大包天。臣女以为医者只有保护好自己，才能照顾好别人。前些时日，见闻李太医从房间带来的抗疫处方，想必是出自你之手吧？行吧，若加以栽培，你必能为宫中效力。谢谢刘太医。拿着。谢谢刘太医。3日后辰时，太医院考核，持此牌至东药库参加，不得延误。好的，刘太医。还有一事，关于义妹的百日醉之毒，你可有法子能解？此毒虽棘手，但宫中珍稀药材齐备，10日之内当可制出解药。你且安心准备考核，此事我自会替你留意。多谢刘太医，日后入宫行走，免不了要麻烦你。你若能入太医院，倒是帮了我大忙了。帮忙？可是宫中出了什么事？你曾为皇后娘娘诊脉立下大功，告诉你也无妨。其实皇后娘娘近日茶饭不思，精神萎靡，一众太医看了半天也没法子，怕调理不好，龙胎会损。刘太医放心，臣女定当全力以赴，通过考核，为娘娘分忧。臣女定当全力以赴，通过考核，为娘娘分忧。好，好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如今这太医院竟是什么人都能进得了吗？来人啊，将这不懂规矩的庶子拉出去杖责20，赶出宫去。是，娘娘容禀。臣女刚入宫，多有不知，来太医院是有要事，并非硬闯。哎呦，倒是能说会道。那你明知本宫是贵妃，见贵妃不贵，该当何罪啊？贵妃娘娘万安，这位姑娘是城府上的人，又是陛下亲封的丞相义女，还望娘娘看在臣的面子上，饶了她这一次。我说怎会如此大胆？原来是那个女人的儿子在撑腰啊！什么女人？哎，罢了，走吧。这贵妃表面柔弱，却是个不好惹的主。皇后娘娘身子不好，莫非与她有关？武少，那个人是谁啊？她是陛下最宠爱的柳贵妃，柳家如今在朝中如日中天，你日后遇见，罢了。以你的性子，怎么劝都劝不住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便是。武少，你今天来太医院干什么呀？无事，你最近独自在外时当心一些。武少，你最近总叮嘱我要小心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？没有，你不是马上要参加考试了吗？好好准备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准备，让三爷刮目相看。宿主，3日后，程方月将参加太医院考核第1场，考核内容为依据病案开方抓药，考核道具为统一分发的药箱，
此时为阻止其通过考核的最佳时机，这是宿主铲除女主的机会。贱人，想靠太医院攀高枝，我偏要让他第一场就栽跟头。宿主何不联系宫里的人，把给陈方月准备的药箱偷偷掺些苦参进去，尤其是黄连那一个，多放几株。为何要掺苦参？以往的太医院考核病案多是寒症，苦参性寒，用了会加重病情，那他便无法通过考核。得，还是你有法子。这第一场考核已经临危不乱，真心佩服。还是要感谢刘太医给我的那杯水，不然臣女真是无计可施了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你是如何想到用水来区分药材的？不过就是熟读医书呗，黄连沉底，苦参轻服，其他药材也可用此法分辨。不错。可是，才第一场考核，宫里就有人给你使绊子，看来你得多留点心眼了。那就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呗。对了，这是百日醉的解药，拿着，可凭此方给那个小玉姑娘调理。根治方子，容我再想想。这个算我在太医院谢他当日抗疫献计之功。谢谢刘太医。什么？居然真的让他通过了考核？那程方月用清水分拣药材，还当众指出了苦参的问题，最后竟让他蒙混过关了。天机，你不是说这是阻止他的最佳时机吗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很遗憾，女主的光环太强，请宿主再接再厉吧。光环？我管他什么光环，她不过是一个低贱的医女，凭什么此次坏我好事？女主此前多次化解危机，心思缜密，远超预期。若不尽快处理，后续她进入太医院，接触到更上层人脉，你将会再也阻止不了她。若是她真的留在宫中，以后还不知道怎么针对我。天机，下一次动手，可怎么能让程方月永无翻身之日？第二场考核为针灸止血，宿主可提前给考核的病人服用活血散，只要程方月无法止血，便可借失责害命的罪名处置他。程方月，我就不信你每次都能化险为夷。贵妃何必动怒？你还真好意思出来？都听你的话不得去，如今却闹成了这样。贵妃息怒，这不过是开胃小菜而已。我的天机系统还没开始发挥本领。哦，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你的天机系统最好做出点有用的事，而不是每次都让本宫给你善后。贵妃，您且信我。贱婢，不是能听到我与天机对话吗？尽管来听。方月，本宫这胎可还安稳？恕臣女直言，皇嗣虽无大碍，大娘娘应注意身体，而且忧思过重，对胎儿不利。娘娘还需找个人倾吐才是。本宫又何尝不知？只是方月你不在我身边，我始终不安稳。不如我和陛下说，直接下旨让你入太医院可好？谢娘娘厚爱，但方月想凭真才实学入太医院，女子行医本就是难事，若是再走捷径，便是对其他女子的不公平了。你这倔脾气倒是和无伤的母亲一模一样。娘娘，柳贵妃来了。本宫今日乏了，让她改日再来。是。那臣女就先告退了，还请娘娘好好休息。
有空多来走动。臣女明白。宿主，皇后此才必死无疑，还会落得一尸两命的下场。那分明是天机系统的声音。王青鸾，这怎么可能？他当真听见了。回贵妃，这一次我是特意泄露天机给他听的。那这次的计划总该没问题了。贵妃，你那贱人的性子，知道皇后胎相不稳，定会拼命保胎。届时，臣女自有办法让皇后和那孩子永不见天日。小月，今日可有收到无伤的消息？侯府上下皆不知他的踪迹，实在是令人忧心。姐姐且宽心，堂兄不告而别，定有他的苦衷。我知你心绪不宁，但最重要的是第2场考试，是要处理外伤口，必须要心静手稳。最要紧的是止血，才能进入下一关。我日日都在用猪皮在练手，总觉得手法倒是练熟了，可是只是这止血之法始终找不到要领。我想起楚国有个秘方，如果血若是涌出来，只要用白鸡粉配上针法止血，便能万无一失。这是真的？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倒真是解了燃眉之急。刘太医，方月姐姐的考得怎么样了？别急，我瞧见陈姑娘动作倒是利落，只是那患者的伤有些古怪。我远远看着，创口明明不大，可血就是止不住。陈姑娘按了好一会儿，纱布都染红了好几块。止不住血，会不会是有人在暗中使坏？第1场考核就有人这样，是不是这次又被针对了？不好说。张太医刚才还走到陈姑娘跟前，那语气倒像是故意在施压。我瞧陈姑娘也没露怯，还在仔细查探伤口的蹊跷之处。别紧张，方月姐姐那么聪明，肯定能想到办法的。还有楚国秘术，一定能过关的。我相信姐姐，姐姐她心很细，又懂药理。既然她已经发现伤口有蹊跷，就一定能找到止血的法子。刘太医，刘太医，刘太医，臣女要告发，有人对太医院里的病患动了手脚，药里掺了活血散，导致病人失血过多，差点身亡。这可不是小事，你有证据吗？找那位病患当面对质就可以了。刘太医，此人确有服过活血散的症状。那伤患可招供？那病人说是自己不小心吃错了药所致。不可能，第1轮考试的时候就有人调换过我的药箱。说是刘太医同意的话，臣女愿与那病患当面对质。哟，这么热闹啊！柳贵妃和王青鸾他们来做什么？莫非见过贵妃？刘太医恕罪，这活血散是臣女配的。前日在城南医馆为贵妃配药时，不慎将活血散混入药中，不想竟害了他人。确实是治疗经行腹痛的方子。荒谬！那方子分明是他们在此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此事到此为止。第3场考试务必严加把关。方月妹妹，王青鸾，你若打算害皇后娘娘，我劝你死了这条心。本宫竟不知一个臣女也敢妄议宫闱。
本宫刚刚似乎听见，好像有人诬陷本宫的人谋害皇后。我只不过是问问顾夫人，皇后娘娘凤体是否违和。可是方月妹妹刚刚明明还说，不自量力的东西，就你还敢跟我斗？来人，此女污蔑本宫的医女，杖责50。是。贵妃，天机系统已推演出结果，只要在皇后娘娘安胎药中加入百日醉，便可以和娘娘给皇后常用的药相克，却又不留痕迹。一尸等皇后一死，本宫接下她的位置，便是理所当然的。娘娘放心，谋害龙胎的方月免不了死，跟他牵扯不清的顾无伤必生气。而前朝以顾家为主的主和派一定受重罚。到时许诺你的自然上谕。姐姐，城府的下人都来寻你好几回了，你真不跟他们回去吗？我如今这副模样，如何回去？若让爹娘瞧见，只怕要平添忧虑。你且忍一忍，我这去寻楚国上好的金疮药来。小月，你回来了。可有人在？老身陈九娘特来给程小姐治伤。这味道，难道是？老身果然没有问错。这有人会熬续骨膏，想必你就是陈方月吧？正是。请问您是？我是纯九娘。我闻见这院子里有人熬续骨膏，便找了过来。没想到还真的是你啊！方月见过纯前辈。你别动，我来看看。哎呀，这药下去可比挨板子还疼呢，忍着点啊。这是……你可认得顾无伤？你可认得顾无伤？顾无伤，认识，你也认得？我当然认得，这是他娘从不离身的玉佩上的花纹。看来他还是不愿意治他那一惊一乍的臭毛病，也还是会记得他娘亲。哎呀，臭小子！您知道他的失魂症？要是没有我，那臭小子早就是个死胎了。哎呀，他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莫非他就是无伤说的那位江湖上有名的女医？那孩子还是那般倔强。您说无伤的母亲？当年我随公主嫁来梁国，亲眼见她从宠冠六宫到被贵妃那毒妇陷害，还好有这身医术，才能保她二人平安。贵妃？您说的是柳贵妃？没错，那毒妇竟然在安胎药中下了千日醒之毒，害得公主生产时难产。若不是我用祖传的9转还阳方，
恐怕公主早就一尸两命了。九转还阳坊，求叫我九转还阳坊。一直都听说皇后对无伤很好，我不愿看着她被贵妃所害。看来那臭小子还算是有眼光，看上的是你这样的姑娘。我现在连他人在哪儿也不知道。嗨，别担心，那小子有数得很。既然没说，那就是没事儿。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学。这方子啊，便是用这乌木簪点按百会、关元、涌泉9处大穴，每处按压36息，再将当归、血竭、续断熬成药汁。这方子最重要的是顺气脉、补元阳，所以说9处穴位一处都不能错，对施术者的要求和手法极高。这药材的用量也是根据患者的脉象随时调整的。你这姑娘还是有些慧根的。柳家将我母亲囚禁在城西别院，这是我母亲替身嬷嬷偷偷传出的血术，本想快马入宫成禀，谁知回来路上遭了歹人埋伏。柳贵妃这次恐怕是想置我于死地，但你莫怕，我自有法子应对。无伤，你放心，我现在有信心把你的病医好了。九娘还教会了我9转还阳方，一定会没问题的。到时候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皇后娘娘生产，一切顺利。等这事儿了结，你陪我去城东看桃花可好？好。丫头，这么晚还不睡啊？明日可是第3试了。九娘，你看，这历千日醒的医案好奇怪啊！这是公主的医案。什么？是公主，她当年被人嫉恨，屡遭暗害，中毒后忧郁难产。若非那毒妇，公主何至于此？无伤的母亲一定是一个很坚强的人。城市城隍院为本次院试魁首，本太医宣布，城隍院通过太医院3试考核，即日起。刘太医，皇后娘娘突然呕血昏迷，张太医说是中了前日醒，要提前催产。什么？陛下，城隍院，快将你熬制的解药呈上去。是。娘娘，您慢慢喝。
怎么回事？皇后娘娘，程方月，你给皇后娘娘喝了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明明做的是正确的解药，难道皇后娘娘中的不止千日行一种毒？陛下，娘娘，臣女也略通医术，敢问可否给皇后娘娘诊？陛下，娘娘，臣女也略通医术，敢问可否给皇后娘娘诊脉？快去，还等什么？快！皇后脉象沉涩，她这解毒的药根本不对。指甲清晰，您在哪里见过？对，小玉当时的指甲。陛下容禀，皇后娘娘中的并不是千日行这一种毒，而是两种毒。你学艺不精也就算了，还想连带着谋害皇后娘娘。陛下，臣女担保，皇后娘娘中的是百日醉与千日醒两种毒，若非及时引产的话，恐怕皇嗣有难。该如何庆你？陛下，请看，当年楚国公主难产的时候，便是中的这样的毒。臣女的师傅正是当时接生之人，所以臣女可以解这毒。还敢狡辩？快来人啊，把这害死皇后的贱婢压下去！是啊。皇后娘娘，走。王爷，皇后娘娘，放开我！王爷，贵妃这话好生奇怪。走，皇后娘娘还未生产，若不是你早就知道，皇后娘娘生此胎必胎死腹中。到临头还敢攀咬本宫，快把她押入大牢！是。等等，陛下。陛下，臣妾。王爷，你且上前一试，倘若不成，和无伤的罪责，朕将一并处罚。再来点热水啊！陛下，程方月不过是一个刚通过考核的义女，便敢擅自为皇后诊治。若他伤了皇后凤体，该如何是好啊？陛下，这都接生了4个时辰了，还没生出来，恐怕生出来了。好，朕重重有赏。不好，娘娘毒发了！不好了，杀人了！那个贱婢害死皇后了！陛下，你可要为皇后娘娘做主啊！恭喜陛下喜得皇子，皇后娘娘和皇子母子平安。好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皇后娘娘身上的百日醉毒发，我用李太医给的救命药维持皇后娘娘的体征，然后再用乌木簪点颈后穴打通血，这才保住了皇子和皇后娘娘的性命。赏，重重有赏。方月，你说想要什么赏赐？陛下，臣女有本要奏。柳家囚禁了楚国公主于西郊别院，还望陛下可以明察。柳贵妃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臣妾怎会做如此荒唐之事？陛下，此函与守院人供词是一致的，陛下明察。陛下，臣妾冤枉啊！臣妾冤枉啊！够了！皇后脱险乃是万幸，今日乃大喜之日，柳贵妃的事，择日再查，不必再争了。无伤，你回来了吗？你怎么还没回来？方月亲戚。
程方月亲启，5日后梁国使团离京，届时必是最好的时机。我可乔装混入其中，哪怕拼上性命，也要将母亲救出。此事凶险，皇后娘娘又刚脱险，宫中需你坐镇，勿为我分心。无上。我就说你不会那么老实放弃，果然在暗中筹划。楚国公主被囚禁在西郊别院，看来我得想办法前进西郊别院了。陛下，昨夜西郊别院遭贼，顾三爷行迹可疑，还请陛下彻查。无伤来过书信，他已自请随使团出使楚国议和，怎会有闲暇作乱？若无其事，何不允臣妾搜顾府？这不可！够了，别吵了！够了，别吵了！别气坏了身子，陛下，喝些热茶润润好。慢点喝，陛下。给我搜！是。报，并未找到楚国公主的踪迹。怎么可能？定是那程方月那个贱人干的好事。娘娘切莫动怒，既然程方月执意插手，日后自有破绽。是。好，本宫便等着，看他如何护得住顾氏母子。陛下已服下你给的药，不出2日必当昏沉不醒。只是我担心顾无伤。娘娘放心，既然顾无伤执意出事，我自有办法让他有去无回。王青鸾，顾无伤此番若活着回来，本宫算你无能。娘娘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楚国一路危机四伏，未必容得他全身而退。好，很好，本宫要的就是他和那个贱人一并葬身荒野。柳氏，你竟敢毒害陛下！皇后娘娘此言差了，陛下不过是龙体抱恙，暂时昏迷罢。至于你，史书上只会记载皇后娘娘因忧心陛下而昏睡，待陛下醒来，今夜发生的事自然无从知晓了。程方月正在赶来送死呢。来吧，程方月，我就不信你还能逃。哎呀，姐姐别怕，很快就能见到你那个好儿子了。程方月，你怎么？快放开皇后娘娘！方月小心！贱人！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这个贱人，竟敢毒害陛下！你贱婢，你恐怕还不知道吧？你的心上人已经死在我手上。不急，我一会儿会送你去跟他团聚。你说什么？无伤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无伤不会死的，不可能的！就凭你，也想跟我斗？三爷，你竟然没死！无伤。方月，别怕，我保护你。无伤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已经死了。
生。有你在，我不会死的。别动！跑什么？我还没有让你尝尝什么叫自食恶果。程方月，你靠偷听我的天机系统做了多少恶事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现在以胜利者的样子看我，你怎么有脸？的确，我赢得不够光彩，但是我至少不会像你一样草菅人命，从那么多条人命上跨过去。王青鸾，你为了天机系统的反派女配的官命，你现在哪里还有大家闺秀的样子？今天我就要告诉你，什么叫做自作自受，咎由自取，这就是你这个女配的命。天机系统，天机系统，回答我呀！杀了这个贱婢，杀了他！天机系统，天机系统，回答我！天机系统，回答我！宿主已无活路，正在搜索下一个目标任务，请稍后。天机系统，永别了，救我！王青鸾。赏你救皇后平叛乱，功不可没。朕即日起封陈方月为仁心医女，赐金匾1块。谢陛下隆恩。自那日逆转战局，柳氏全族都被打入大牢。这一场逼宫，终于以柳氏阴谋败露的结局告终。正义终将胜利。方月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我去买了一些糕点。公务这么繁忙，还有功夫买这些？哦，对了，城东的桃花开了，不如我们一起去赏桃花吧。好，走。